你以为自己掌控人生，其实早就被悄悄拿捏。为什么你总在电商大促中买？为什么有人对你笑一下，你就忍不住回请一顿饭？为什么明知他不爱你，你却还是放不下？这些背后其实藏着10条最狠的人性潜规则。今天我们就来揭开这10个心理陷阱的真面目。别小看这些心理现象，它们决定了你怎么花钱，怎么交朋友，甚至怎么走完这一生。看到最后，你将收获一把能看穿人性、保护自己、提升思维的钥匙。不是让你变得心机，而是让你更清醒、更自由。如果你正在做选择，搞不清人心，或者只是不想再被套路，这集你绝不能错过。1. 损失厌恶。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？在夜市砍价，总觉得老板让价1块钱才够本，然而当你捡到1块钱，却没什么感觉。这就是损失厌恶在作祟。心理学家卡尼曼和特沃斯基做过实验，让人们参与一次赌博游戏。实验发现，人们对损失的痛苦往往是获得同等价值收益的2倍。这意味着一旦涉及损失，我们变得特别敏感。商家早就掌握了这一点，比如电商大促前夕会先把价格涨上去，然后再宣布直降100元，让你感觉不买就是亏。很多健身房推出月卡转让难的制度，用预付款锁定你的注意力，因为你会觉得钱已经花了，不去就亏，于是再累也会去打卡。现实生活里，借钱给朋友也常常让人头疼，你不愿意催，但时间一长感觉失去了机会。其实损失厌恶提醒我们要认清沉没成本，不要被过去的投入绑架，不要为了避免损失而做出不理性的决定。要利用这一心理帮自己，最关键是建立正向的损失框架。例如，存钱时可以给自己设置一个不能取出的理财账户，这样当你想取钱买东西时，会感觉损失了理财收益，从而减少冲动消费。投资实际的设置止损点，不要被再等等可能会涨的心态拖累而错失更好的机会。把损失厌恶用在控制欲望上，可以帮助你更自律。2. 互惠心理。记得小时候去亲戚家做客，长辈总会塞一把糖果让你带走，下次见面你自然会带水果回礼。这种你对我好，我也要回报你的心理，就是互惠原则。人类社会长期依靠合作才能生存，因此形成了来而不往非礼也的默契。心理学研究指出，人们往往会对别人的帮助做出积极回应，反过来对伤害则会惩罚。商业营销很善于利用互惠心理。你去试吃摊位吃了几块小点心，明明不饿，却很可能会买1盒带回家。餐厅不经意间送了一杯柠檬水，下单时你会倾向点一份甜点。医生免费为你做了一次咨询，你可能会在下一次需要时主动找他。这都是在潜移默化地激活你的互惠心理。与此同时，人际交往中，我们也常因互惠原则而变得更为亲密。朋友之间互帮互助会增加彼此的信任。职场中，你帮同事解决困难，他日后会在关键时刻帮你说好话。就连社交平台的点赞关注也让你觉得对方认可你，你自然而然会回粉。但互惠也有暗面，过度所求的互惠会变质成交换，有些人习惯利用对方的善意不断索取不回报。要保护自己，应学会分辨真正的友谊与利益交换。当他人提供帮助时，心怀感激，用同等的善意回馈可以建立正向循环。反之，当你意识到对方只是利用你的互惠心理，可以适当保持距离。3. 社会认同。所谓人多势众，在心理学上有个词叫社会证明或社会认同，就是说，当我们不确定怎么做时，会参考别人的行为。人们会倾向于模仿他人的行为，以确定自己的选择。想想看，你在陌生城市找餐厅时，是不是会看哪家排队长？你刷短视频时，点赞数量也多少影响你的判断。社会认同是一个强大的群体力量，它帮助我们快速决策。
电商平台强调销量爆款某某万人买过，抖音博主分享一款口红，评论区各种好评，你可能也会下单。一旦大多数人认可某件事，你也会觉得它应该不错。尤其在信息过载的时代，我们很难逐一验证所有信息，社会认同成为省力的指南。然而，社会认同也很容易让人掉进羊群效应，别人排队买房你也抢着买，哪怕自己没做好功课，朋友圈都在炒股你也跟风，结果踩雷。要克服盲目跟风，重要的是保留独立思考，多问几个为什么，了解别人做决定的依据，再结合自身情况判断。与其说社会认同让人盲从，不如说它是一把双刃剑，帮助我们参考大多数人选择，也可能让我们迷失方向。4. 确认偏误。人性有个有趣的现象，你越相信一件事，就越愿意寻找支持它的证据，而忽视反对的声音，这就是确认偏误。比如一个人相信喝咖啡对身体不好，他可能会大量转发关于咖啡伤肝的文章，却无视科研论文中适量咖啡能降低糖尿病风险的结论。恋爱中，女孩认为男友是世界上最好的人，朋友提醒她经常迟到，她却只看到男友偶尔的细心。确认偏误让我们的世界变得安全，因为当观点被支持时，我们感到安心，而接受不同意见会让我们紧张甚至不安。然而，长期只活在自我肯定的泡泡里，会导致偏见加深。社会分裂、信息茧房，往往都是从确认偏误开始的。你在社交媒体上只关注喜欢的内容，算法便投喂更多相似观点，时间久了，你以为世界上只有同类人存在。这样一来，别人的观点听起来就像异端，不愿接受。打破确认偏误的方法之一是刻意接触不同信息源。比如看待新闻事件时，不只看一家媒体，而是多找几家立场不同的报道比较。在朋友圈不随便转发信息，先查证一下出处。听别人意见时，不轻易反驳，先倾听理由。虽然接纳不同意见有时会让你不舒服，但能让你更接近事实，避免陷入盲目自信。真正的强大不是永远正确，而是敢于质疑自己的认知。5. 锚定效应。心理学里有个锚定效应，意思是说，在做决策时，人们倾向于把注意力放在最早获得的信息上，把它当成锚，然后围绕这个锚进行调整。举个例子，你去逛商场，看到一件衣服标价399元，打折后199元，你觉得很划算，因为你被原价399这个锚给定住了。事实上，这件衣服的成本可能只有几十元，但高价让你产生了捡便宜的幻觉。不只是价格，数字信息也会影响判断。有实验让2组学生估计亚马逊河的长度，一组先被问亚马逊河长度超过1000公里吗？另一组则问亚马逊河长度超过4000公里吗？答案悬殊，第二组给出的平均长度远远高于第一组。只是因为4000公里作为初始信息成了锚，使他们调整的范围变大。我们生活中常常受到锚定效应影响，谈薪水时先报高价可以争取到更好的薪酬，超市大促写限购10件会让你多买一些，甚至脑海里对一个人的第一印象也会影响后来对他的评价。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，我们有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要告诉大家，我们已经开通会员功能了。现在您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大家庭，享受会员专属影片和更多独家内容。别忘了关注才知道，并点击小铃铛，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，助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。如何避免被锚定效应误导？一是多做功课，不要只看一条信息。买东西前了解市场平均价，面试前查清楚职位的合理薪酬。二是刻意设置自己的心理锚，比如先思考自己的期望值，再去听对方报价，而不是等对方来给你设锚。做决策时，试着让自己的判断基于多方信息，而非单一诱导，这样才不容易被牵着鼻子走。6.
稀缺吸引力。小众限量售罄最后一天，这些词是不是经常让你心痒痒？这源于人类对于稀缺的偏爱。心理学研究指出，当某样东西稀少或难以得到时，我们会认为它更有价值。这是因为在自然环境里，稀缺资源往往意味着珍贵，能够提高生存机会。于是我们的祖先在演化中形成了对稀缺的敏感。商家利用这一点，制造各种稀缺感。新品发售限量，点燃消费者抢购热情，各类抢红包、秒杀活动，设置倒计时，让人感觉时间珍贵。甚至恋爱中若即若离的人常常更有吸引力，因为他们营造了一种我难以得手的气氛。在知识付费领域，卖课的人会告诉你名额只剩3个，催促你赶紧购买。事实上，这种稀缺往往是人为制造的。稀缺不一定代表高质量，却能刺激你的购买欲。要避免盲目追逐稀缺，提醒自己区分真正稀缺与人工稀缺。比如限量的艺术品或老酒确实难以替代，而平台限时折扣只是促销策略。如果你本来就需要该产品，可以趁优惠购买，但若仅因为别人都抢而去抢，很可能浪费钱。在感情中，也不要把对方的忽冷忽热误以为珍贵，要看对方是否真心投入。合理利用稀缺心理，可以让你在合适的时候果断行动，但别让它成为盲目跟风的理由。7. 权威效应。我们普遍会尊重专家意见，尤其在自己不懂的领域。心理学称这种倾向为权威偏见，指人们会认为来自权威人士的信息更可靠。这是社会分工的结果，我们无法掌握所有知识，需要依赖专家。但权威效应也会让我们盲从。有实验让参与者对错别字进行判断，如果专家说写法 A 是正确的，大多数人会采纳，即使有些人明知写法 B 才对。在广告界，品牌喜欢邀请专家背书，医生穿白大褂推荐营养品，明星代言某款产品，都会让人觉得这是靠谱的。社交平台上，一些穿着实验服的网红一本正经地科普某个食品作用，结果其实是带货。在公司里，老板一句话往往胜过基层员工的意见，即便前者不懂业务，后者只是碍于权威不敢反驳。很多骗局也利用权威效应，骗子冒充领导、公安、银行客服，让人乖乖转账。如何避免被权威牵着走？第一，分辨真正的专家。看对方是否具备相关资质、学术背景或行业经验。第二，要有质疑精神，即使专家发言，也要自己查证，例如医生开的药，可以查看相关说明书。第三，多元参考，不要只听一家之言，尤其是对利益相关的建议，多问几个人，综合判断。尊重权威不是盲从，而是理性借用专家的知识，为自己做更明智的决定。8. 地位与骄傲。人类社会里，地位和名誉有强大的驱动力。心理学家指出，个体会通过展现能力、财富或成就来争取群体中的高地位，以获得更多资源、配偶或支持。这种炫耀不是一定负面，它是演化中形成的策略。在部落时代，拥有良好声望能保护你不被排挤；在现代职场，优秀的简历和能力为你赢得晋升机会。骄傲是地位追求的情感体现。研究区分真实自豪与狂妄自大，前者来源于努力和真实实力，让人更受尊重；后者则往往靠贬低别人或夸大自己，不仅不被认可，还可能伤害关系。我们在社交媒体上晒跑步成绩、晒旅行打卡、晒工作成就，都是在表达自己的价值，希望得到认可。适度表达自身的优势，可以激励他人，也可提醒自己前进。但若过度沉迷于虚荣，就容易迷失本心。面子也跟地位紧密相关。在家庭聚会、同学会上，人们不愿承认自己工作不顺，往往报喜不报忧。在消费上，不少人宁愿刷卡买名牌包，也要装面子。
这背后是害怕被看不起，害怕失去群体认同的心理。要正确看待地位和骄傲，首先要确定自己的价值来自于自身的能力与成长，而不是他人的评价。其次，保持真实，用实力说话，你在团队中拿出成绩，自然会获得尊重。最后，克服对面子的过度依赖，敢于示弱，反而能让你更自由。9. 认知失调。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，明明知道熬夜伤身体，却还是刷到凌晨3点，然后安慰自己熬夜可以提高效率，知道吸烟会致癌，却告诉自己压力太大，不抽烟受不了。又或者很辛苦考取了驾照，却几年不开车，然后自我安慰拿着也好，以后用得到。这都是认知失调在起作用。心理学家费斯廷格指出，当人的行为与信念冲突时，会产生心理不适，人们会通过改变信念或合理化行为来缓解这种不适。认知失调解释了很多看似矛盾的行为，比如烟民听到吸烟危害健康的新闻，会寻找某某活到90岁还在抽的例子，让自己安心。消费者花重金买了一件不实用的物品，之后会在朋友圈大夸其好用，以证明自己的选择正确。有些人受骗后不愿承认被骗，会坚信对方只是暂时周转不灵。认知失调让我们更好地维护自我形象，避免情绪崩溃，但也可能阻止我们承认错误并改变。想减少认知失调带来的负面影响，可以尝试几种方法。一是学会接受不完美，承认自己偶尔犯错并不可耻，相反，正视错误才能成长。二是提前对行为做规划，避免做出违背信念的行为，比如提前设定熬夜的限度或创建无烟环境。三是用行动来调整信念。如果你想成为健康的人，不仅要告诉自己我要健康，还要付诸行动去运动和早睡。认知失调不可避免，但通过自我觉察和积极调整，你可以让自己更一致。10. 及时满足。现在的快乐比未来的收益重要，这种倾向被称作及时满足或超额折现。心理学家指出，人们偏好立即获得的小奖励，而不愿等待更大的未来回报。因此，很多人选择透支信用卡购物而不愿存钱，贪恋零食而放弃减肥。即使明知长期利益更大，也总忍不住当下的诱惑。与之相关的还有最小努力原则，也就是人们倾向于选择最省力的路径来完成任务。当你有多种方法达成目标时，你会优先选择省时省力的那一个，这样才能节约能量。几万年前，人类需要保存体力去狩猎，而今天我们也习惯于用电梯而不用楼梯，用外卖而不自己做饭。原因在于大脑把节约能量视为生存优势。这种对低努力的偏好遍布各领域。这些心理看似懒惰，但它们也让我们生活更加高效。例如，在简单任务上，我们自动化行动，节省脑力去处理更复杂问题。不过，及时满足和懒惰也会带来负面后果。经常拖延、网购、游戏会上瘾，都与此有关。为了克服，建议采用一些策略，制定具体目标，将长期任务拆分成短期可实现的小目标，让大脑获得及时奖励。利用时间延迟，比如想买东西时，先放在购物车24小时，再决定是否购买。建立环境约束，如把手机放到另一个房间去提高学习效率。此外，适度奖励自己，当完成某个阶段目标后，给予小礼物，可以调动积极性。这些潜规则深入人性，它们既有积极的一面，又有暗藏的陷阱。了解它们，不仅可以更好地看清自己，也能理解别人。学会利用这些规律，修正自己的偏差，你会发现生活更加理性，决策更从容。希望这个视频带给你一些启发，让你用更清醒的眼光去观察世界。关注我，我是才知道，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。